高达盾牌那么结实，干嘛不用盾牌材料做装甲呢？这个问题啊，自打我开始做高达小闲聊系列视频以后，就看到有人问过。一开始啊，我以为这只是个别人会有的疑惑，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问题居然成了日经，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好吧，既然有这么多人问，那我就开期视频聊聊吧。其实这个问题啊，何止是在互联网兴起以后成了日经，就是从远古时代算起，就开始有人就开始有东西在问了。当古生物们穿上厚重的甲壳，一副我天下无敌的姿态在海底遨游的时候，老天爷就贴心的送上了版本答案，有何鱼类，给他们了点 color to cc。 到了铁器时代，当骑士们穿上造价昂贵制作精良的板甲时，看似无懈可击的铠甲也有很多缝隙作为弱点，碰到了钝器那更是只恨自己穿着铠甲跑不动了。来到近现代时期，坦克的反应装甲强不强？为啥大多只给正面装呢？因为它太重了呀，太贵了呀，而且问题是都装上了，你也不是无敌的呀。投资回报比低不说，还减少了坦克能执行的战术种类。说白了，自古以来的攻守博弈，向来都是攻击方会很容易超过防守方，叠最后的甲挨最毒的打，用来形容叠甲人啊，那是再合适不过了。看过这些历史上的例子以后，相信还会有人认为高达这种高推力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能跟那些历史遗物做对比的。那么咱们再来讲讲高达啊。首先要确定的是，不止屏幕前的一些朋友想把高达身上插满盾牌，其实机设师们也想过，不过他们都是通过给机体外加装备来实现全覆盖的样式。它的优缺点很明显，而且与用盾牌来造高达这个理念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讨论它们了。就说最普通的高达吧，大家之所以会觉得盾牌可以当做外甲，大概率啊就是把盾牌想象成冷兵器时代人类所使用的那种铸铁盾牌了吧。其实高达的盾牌啊，并不只是一块大铁坨子而已。咱们来看一下联邦盾牌的横切图，你会发现它除了表面使用了和外甲相同的高达尼姆合金，里面则是使用了其他能够吸收冲击力以及迅速导热的材料，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或缓解敌方的攻击。而且就算是这样啊，实战中的盾牌也基本算是消耗品，除了能适当抵御实弹，遇到高爆炸药或者是高能光束武器，基本都是秒破盾。就是说从结果上来说啊，你就算把高达身上弄满盾牌，遇到高能武器一样玩完。这还不说盾牌的散热问题难以解决，挨上几发就烫得不行。而且由于工艺问题，想要加工成高达身上那种多面形状，难度也是很高的。而且这种盾牌结构基本上与很多精密元器件是不兼容的，根本就不适用于做外甲。再加上盾牌的重量其实非常大，如果想把这种结构用于全身，高达的机动性啊，基本算是所剩无几了。而这玩意儿呢，又提供不了什么较好的保护，那你开这玩意儿出去，它不就是当活靶子吗？这时又有小伙伴问了，说看高达 C 的中的盾牌，那真是金打又金踹，可不像 UC 盾牌那么脆弱啊。其实这就牵扯到动画表现力问题了。C 的很多设定其实是与 UC 异曲同工的，你要是看设定集就会发现 C 的中常见到的基层装甲盾牌，实际上与 UC 的盾牌是有一样的优缺点。就算增加了反光束涂层，在面对高能武器时啊，按理说也是扛不住的。不过嘛，这里就不得不说 C 的演出啊，还是太偶像剧了。为了凸显主角团的神勇，给观众提供情绪价值，经常会出现编剧玩嗨了的情况。比如木叔的盾可以在阳电子炮的照射下坚持到主人几乎快念完台词，这还没完，第二季木叔还要被直接拉起来复活，阳电子炮仿佛啊直接成了笑话。然而按照设定集中对阳电子炮的叙述，应该是打到强袭身上直接把强袭给吹成灰了，然后还要把后面大天使号的剑桥也一起扬了才对。所以说看 C 的话，只要心里看着舒服就行了。它虽然有很多作画还是按照设定来的，但也难免出现会开后门的情况，这个就不要计较了啊。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 C 的中的高达为啥刀枪不入？事先说明啊，这里的刀指的是实体刀，枪也指的是实体弹药。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啊，因为 PS 装甲呗。可是 PS 装甲是如何运作的呢？它除了扛实弹、耗电快，还有什么别的优缺点吗？今天啊，就让我们来好好聊聊 PS 装甲吧。PS 装甲即相转移装甲，是由奥布宇宙殖民卫星中的赫里奥波利斯工程学院提出的，由大西洋联邦的技术军官马流主导研发的。什么是相转移呢？举个简单易懂的例子啊，比如说水是物质 H2O 的一个相，冰则是该物质的另一个相，由冰转化为水，或者由水转化为冰，
都是相转移。而当物质从低位相，也就是粒子中的冰，向高位相转移，也就是粒子中的水，转移时需要吸收能量，这就是 PS 装甲的基础原理。而 PS 装甲本身呢，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金属材料，如果给该金属通上高压电，电场就会改变该金属的微观结构，形成了低相位状态，也就是刚才举例中的冰。此时如果受到物理攻击，该材料就开始向高位相转化，而转化的过程会吸收大量的能量，同时还会利用该金属的超导性以及启动后的振动频率，进一步将受到的物理攻击散布、稀释，从而达到一种物理攻击几乎免疫的状态。这就是 PS 装甲的工作原理了。那么这个 PS 装甲到底有多硬呢？从剧中的表现，能无视常规 MS 的实体弹、重斩刀等武器的攻击不说，就连穿甲弹和磁轨炮都无法破它的防。设定集里边有一个专门的描写，用炸药桶点火的可以轻易破坏常规装甲的爆栓钳，需要在电力充足的 PS 装甲上全力进行20到30次攻击，才能突破该装甲的承受上限，从而将其粉碎。而在强袭高达那块电池的支持下， PS 装甲也能够承受76发常规弹头的攻击，才会将电耗干。不过这也是理论数值啊，实际战场上这个电池包除了要给 PS 装甲供电，还要给光束枪、光束剑、电推进器等供电，想接下76发实弹很难的啦。话说设定集中还有这段描述，就是 PS 装甲不但抗冲击、耐高温，甚至柔韧性还很好。难道这是试图解释剧中出现的皮套腰呢？问题是这也太柔了吧。最后 PS 装甲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颜色固定，一旦出厂设置好颜色（括弧该颜色在设定好以后很难更改）回括弧通电即可显色，无需整备班单独维护，所以 PS 装甲在整备班那边还是好评如潮的。说到颜色，这里正好也科普一下 PS 装甲与 VPS 装甲的区别。我之前做视频时就发现好多人以为 VPS 是威力加强版的 PS 装甲，这其实是一个错误认知。VPS 装甲是预设了各种耗能模式来应对不同的作战需要，也就是说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而已，是在电池技术制约下的讨巧行为。而单论性能，同功率下的 VPS 装甲与 PS 装甲是相同的，你得明白。根据设定集里边说的， VPS 装甲雏形其实可以追溯到嫣红枪袭，这也是为什么吉拉开着嫣红枪袭去找拉克斯时，颜色能调整为吉拉枪袭的经典配色。另外 PS 装甲也拥有超频模式，该模式下装甲会进行过载保护，同时呢会发出光辉来释放多余的能量。不知这个小细节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呢？还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传言，就是 PS 装甲与反光束涂层不兼容。其实像迅雷高达的弓盾套装、深渊高达的龟壳甲都是涂了反光束涂层的 PS 装甲。后续的设定中呢也有提到，脉冲的盾牌也是 VPS 装甲。此时又有小伙伴问了，那既然二者可以兼容，为啥不把反光束涂层涂满全身，来达到更好的防御效果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首先反光束涂层造价就不便宜，材料也相对稀缺，能给精英机体的盾都涂上就不错了。而且这东西维护难度也很高，就像现代战争中5代机的涂层，整备班拾到起来那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另一个问题呢，就是 PS 装甲在开发之初，主战场还是以实弹武器为主，而就算到了后期，在战场上真正高密度的火力网也都是由实弹为主而组成的。毕竟实弹武器造价低廉，攻击频率也很高，这一点是光束武器很难取代的，不是人人都能像强袭自由那样单击就能实现火力压制的。所以在实弹武器如此多的情况下，全身反光束涂层反而是有点鸡肋，大多数时候还没等反光束呢，就让榴弹把涂层给刮失效了。说到这儿了，就再来说说 PS 装甲的缺点。一个是耗电，这个不用多说了距离体现的非常明确了。另一个就是对光束武器没有太高的防御能力，注意我的用词是没有太高的防御能力，并不是不能防。像创世纪那种超大型的 PS 装甲，甚至连洋电子炮都能防。之所以会给大家一种 PS 装甲怕光束武器的感觉，只不过是 MS 的 PS 装甲太单薄，而且电力供应也不够罢了。最后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 PS 装甲无法与幻象粒子胶体共用，所以迅雷开启海市蜃楼时需要把 PS 装甲关掉。这里再顺带提一嘴 TP 装甲吧，它的原理其实是把 PS 装甲埋在常规装甲内，当外侧装甲受到攻击时，触发内部的 PS 装甲供电来实现防御的，也是一种为了省电而研发出来的装甲。而至于 PS 装甲的量产，则是因为工艺复杂、原材料稀缺等问题，一直无法大规模量产。这也是为什么 C 的宇宙的实弹武器一直能有用武之地的原因之一。杂兵之间，实弹还是很实用的。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多多的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咦，这改动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呀？
还记得前不久给大家介绍的一款 MG EX 脉冲吗？当时啊，我说这款模型就像某个小厂 GK 设计师设计的，顿时弹幕就出来一帮孝子在那狂刷啊！你连 Nokia 都不认识，你有什么资格在那指指点点的呢？咱先不说啊，模型做的垃圾跟我认不认识设计师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就不能说了呀？他卡叔设计的模型垃圾，那也是该喷就喷呀。咱就说这逻辑啊，不是跟饭圈逻辑一样吗？哎呀，你都不去了解一下哥哥，凭什么说他？怎么现在模型圈也饭圈化了是吧？这次我也特意查了一下这位大师啊，参加电机模型大赛出道的，主要参与外传机体的设计工作。哦，这就不意外了。麦焦番我确实没有怎么涉猎，曾经强迫自己好几次去看，结果呢都看不下去。所以啊，对这位大师的作品，我首先呢就缺少了认知的渠道，然后呢发现他还负责过激战 OG 的设计。嚯，难怪我感觉这台金宝凡有种亡灵的既视感呢。这下全说通了。那咱说回模型啊，如果说上次评测的 MG EX 脉冲本身模型素质呢就不算太差，外形改的也还算可以啊，咱也不能说是为了黑而黑啊，人家做的不错的地方呢也是要承认。像之前的那个林德虫啊，我感觉外观也是不错的，只不过呢这两款都是玩家需要自己大量手动补色渗线的地方多了点而已。那这次的 MG 金宝凡呀，那可就是问题百出了。原本 MG 金宝凡模型呢，由于年代久远，模型素质拿到现在来看啊，那是没法这样看那种。咱也能理解，万代出个 PB 很少会对模型骨架做大改，不然就成 2.0 了。但是 Nokia 大师的这个作品啊，单说这个作品啊，至少在我的审美来看，真心还不如原来的金宝凡好看呢。原本金宝凡身上那些迷人的弧线装甲，全都给换成棱角分明的外甲，但部分地方呢又保留了原本的弧形设计，导致整个模型割裂感、拼凑感非常强。再加上继承了 MG 金宝凡那拉胯的结构，真的可以说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了。要我说啊，既然结构都不咋样，那还真不如直接去买老 MG 金宝凡得了。这次模型整体呢是以黑色为主了，因此确实不会出现 EX 脉冲那样需要大量自己补色的地方了，但不代表没有啊。比如说最典型的啊，头部的前盔这里，中间这条黑线是需要自己手涂一下的。说实话啊，这种东西放在现在万代正经的拼装产品线里边，那肯定是直接做了空分色了，做成这样突出一个敷衍呀。另外呢，就是老金宝凡上面就有的问题，那就是所有的喷气口和出气口都是纯黄色的，需要自己呢在内部补一下黑色，这样看起来呢会要更精神一些。外形上的问题呢，我在开头就说了，割裂感太强。比如说上半身啊，脑袋和身体还有胳膊是以弧线为主，但偏偏呢领子的地方、胸部正前方的装甲以及肩甲设计成棱角分明的了，这都还能忍啊。来到下半身，这个前军甲是个啥玩意儿啊？方方正正的，跟模型整体对比呢是真的不协调。腿部基本延续了原本金宝凡的设计吧，这脚呢还给你整了一个大方脚，所以整个模型看下来啊，真的是要多怪有多怪。然后再来说说这款模型继承下来的毛病，拼装要螺丝，这个就没啥可说的了，老模型时代的产物了。关节上像是膝盖这里以及腰部这里都会有非常大的虚位感，整个模型拿在手里面呢，感觉特别的不扎实，跟没有骨架似的。还有就是动力管这里，原先的尼龙绳呢被取消了，换成了现在这个带有尼龙绳细节的分件，这个也还好吧，毕竟尼龙绳的拼装体验确实挺一般的。但你把后面的结构全给取消了，这就太草率了吧？这动力管动力了个寂寞呀！这也就是处于交达世界观下能有的设计了。再来说说可动，当然了，可动基本也是老 MG 的水平啊。头部有一定的抬头角度，但是低头角度几乎没有，摆造型呢就会比较受限了。脸部有一个小小的开合结构，腰部有一点点的前后摆角度，侧摆呢几乎全要靠零件韧性了，玩多了要断件那种。驾驶舱的展开结构呢也有所保留，里边呢也有驾驶员冰人。尽管肩甲设计了大幅度的抬起角度，但手臂本身依然只能平抬到90度，曲肘差不多90度，手腕有一定的转动幅度，前军甲可以大幅度掀起，可是对前踢不但没有什么帮助，还会成为干涉，最终前踢在让位的情况下也就只有50来度的水平吧。由于大腿根是球关，侧踢角度呢也别想有多少了，后踢倒是能接近90度的水平，屈腿的角度呢也非常小，接地也算是聊胜于无吧。后方的机翼有简单的可动，所有的喷口呢也有可动设计，大腿后方的喷口可以拔出，基本上这就是本体所有的可动表现了。配件方面，一对金宝凡标配的筒子，一对霰弹枪，枪握柄部分呢可以拆装成带有枪托的模式，一对铁拳火箭弹可以放在肘部新增的收纳位上，这个设计呢还是挺合理的，比 MB 金宝凡那个带一对热能斧的看起来舒服多了。但就算铁拳被收纳在肘部了，小腿上的空洞呢却依然还存在，这也是挺迷惑的。另外铁拳呢也有标准的发射后的替换件，手型方面除了模型上面的实心握拳手，还有一对掌形手以及一对可动手，挂载武器的连接
件呢，我觉得设计也挺好的，是插拔式的，这样呢基本就不太会蹭漆了，好评啊。藏于大腿根的光束军刀剑柄呢不太好取，我就不取出来了，配合上光束军刀剑柄延长件以及特效件，就可以组成完整的光束军刀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这款模型的评测了。结论我在开头也说了，真的喜欢这个外观的呢，可以考虑入一个战狮，但如果想把它当成金宝凡 1.5 呢，那还是别想了，老毛病一个没少，外形呢还没有那味儿了。喜欢金宝凡呢，还是等等 MB 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喜欢小伙伴点赞收藏投币，我们下次再见。高达 C 的新剧场版的 PV3 出了，本来呢我是不打算做解析视频来着，毕竟啊就是一个卖焦预热的广告，但每天起床一看私信，就能看到不少观众老爷们的催更。其实虽然只是一个卖焦广告，但能说的点呀还是有一些的啊。这里我就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吧。由于新机体要聊的挺多啊，咱们就集中把 PV3 中关于剧情的推测先说一下。之前在 PV1 和 PV2 的解析视频里边，我们就分析过，这次战场上出现的机体呢，都是以高达 C 的第一季为主的，比如短剑呀、金恩呀。当然了，有的人说了啊，那个短剑好像是105短剑，可不是第一季那些酱油短剑。行，就算是105短剑啊，那也是 CE71年那会儿的玩意儿做了个小升级而已。而我说的是，在 PV 中战场上并没有出现 C 的 D 中的主力量产机，比如说温达姆啊、扎古勇士啊，这一点呢还是没有区别的。而这次 PV3 中出现老古董们啊，可是更加实锤了，全是 C 的第一季中出现的量产机体。很多人都猜测呢，这是拉克斯参政以后大力削减扎夫特兵力造成的。其实这个还是有点道理的，毕竟 PV 中主要的老古董啊都是扎夫特这边的，而联合那边呢就露了一手短剑。什么？你问这 PV2 里边的毁灭是咋回事？你没看万代要出 HG 毁灭了吗？剧里边随便找个理由圆一下就行啊，卖焦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从目前 PV 中机体露出的占比就不难看出啊，主视角还是在扎夫特这边的，联合可能要在前期充当反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联合就出来俩机体，一个短剑，一个毁灭，那毁灭寓意是什么我就不用多说了吧。而从机体出击镜头来看呢，新出现的 C 的版强人是跟扎夫特一边的，接下来出现的新正义是跟强人一起编队飞行的。注意啊，这里无论是新自由、新正义还是特别涂装的强人，都是有统一的标志的，估计呢是以拉克斯、吉拉为核心的维和部队。而之后出现的 C 的版勇士以及电锯盾强人，再加上新自由啊，砍的呢也都是联合的兵。也就是说啊，新剧场版至少前半部分就是维和部队加扎夫特一起打联合了，而联合的编制呢又是105短剑加毁灭，那估计啊也就是联合的特别部队。话说这里有个细节啊，在新自由、新正义、勇士以及电锯盾强人登场以后，画面给到的这4个驾驶员分别是飞鸟、露娜、吉拉和新妹子。那么已知吉拉开的是新自由，露娜开的是勇士，新妹子开的是强人，那这新正义是谁开的我不说，请弹幕的排除法高材生们来说说吧。可能还有朋友好奇啊，刚才我说前半段打联合是啥意思？其实 PV2 的时候啊就早有暗示了，联合和扎夫特的战争呢不过是导火索，真正的问题呢还得是出现在这个未知势力上面。有人猜测呢是火星势力，有人猜测呢是拉克斯老家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反正不管他们属于哪儿吧。公主旁边那个金发角色，我不知道为啥，我一眼看过去就觉得他像迪兰达尔，就有一种笑面虎的感觉。PV3 中呢，这逼的这个回眸一笑啊，再加上强人出击前的这个反色特别的画面，再加上 PV1、PV2 都有出现的寓意着克鲁泽的克隆人的画面，不出意外呢，新剧场版的最终 BOSS 啊就得是他，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啊，等新剧场版出了以后看看对不对。另外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疑点，一个是驾驶舱盖都被打没的金恩，这台金恩啊很有可能就是 PV3 尾部出现那台被突的金恩，给了这么多镜头啊，很有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线。另一个呢就是被击坠的村宇以及3个导弹发射的倒计时画面，难不成奥布到了剧场版里边要被再收拾一次？至于吉拉再次出现红眼，我觉得啊跟 PV2 的感觉差不多，就是吉哥打红眼了，没人拦得住，应该不是黑化。原因很简单， PV 越往那个方向引导，大家就越不能被这 PV 给诈骗了。最后呢，咱们来说说这个新自由啊，有人可能等了很久了啊，毕竟我标题写的就是这个。这台新自由的造型，相信很多人都觉得对比老自由以及强自还真的是挺一般的。而且不但没有了龙骑兵，新出的一趴变形比飞翼还糊弄事儿，人家飞翼好歹趴下的时候啊，腿还知道折一下，这新自由倒好，直接2腿一蹬就硬趴那儿，重新定义了一趴变形的底线了，这是。还有就是背上这个机头啊，我是真搞不懂怎么会设计的这么素的。
真就是一点分色都没有，就白不呲咧一个大萝卜挂后边，跟本体呢真是格格不入啊。然后就是据说这新自由啊是电池机了，高贵的核动力都没了，就感觉啊处处充满了妥协。不出意外啊，就是中期吉哥莽一波，把这新自由啊给莽报废了，然后顺理成章的登上新强字。咱先不说这个新强字机设是真是假吧，但这个剧情大概率啊是这样没跑的。高达剧场版里边主角换机呢也是常有的事儿，比如逆压里边骡子先开林格斯后开牛高达，高达00里边刹那先开奇之士后开00Q，独角兽 NT 里边主角也是先开的 NT 后开的金鸟，基本呢都是这个套路。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太把这台新自由啊当回事儿，万代肯定是藏着重头戏在后边的，新强字才是万代最想卖的胶。另外呢就是阿斯兰，好多人都说了啊，小鸟开新正义了，那阿斯兰呢？这里我还找到一个这么张图啊，不过这个就和 PV3 的镜头有所冲突了，居然是阿斯兰开的新正义，而飞鸟开的是强人。咱就先不讨论这图的真假吧，但阿斯兰在新剧场版中的定义应该呢就是幕后工作者，估计前期啊也没什么激战戏码，不过最后呢肯定还是要让阿斯兰开个新无证出来的，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大家也不用着急。好了，以上就是这次新剧场版 PV3 的解析了，咱们 PV4 的解析视频再见。